安石老师是一个非常亲切，然后又非常养生的达人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可以做什么又瘦又美的东西。对，今天帮大家带来一个最实用的蛋糕体。那只要有这个蛋糕体之后，其实做什么蛋糕都可以，可以做生日蛋糕，然后戚风蛋糕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蛋糕体，而且它的食材蛮好取得的，只要就是烘焙坊都买得到吗？网络上都买得到，那只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些食材，让大家认识这些食材的话呢，其实大家就可以轻松上手。那我就很期待了，因为我都看不出来它们是什么。对，那第一个主要食材其实是烘焙用杏仁粉。那这烘焙用杏仁粉，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哦，它没有杏仁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杏仁茶有点恐怖，但是有些人很爱，像我就很爱。但是这个是烘焙用杏仁粉，就要买马卡龙专用的，就是它比较细致，所以做出来蛋糕呢，它的孔洞会漂亮，而且它比较润口。这是烘焙用杏仁粉。对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个就是黄金亚麻仁籽粉。黄金亚麻仁籽粉它会有一个滋润的作用，因为我的烘焙是不用糖，也不用面粉，也不用淀粉，所以我们需要它一些把食材凝固的东西。而且黄金亚麻仁籽粉如果是泡到水里面，大家都知道会有一点黏黏的，所以我就采取它这个黏黏的东西，让那个蛋糕比较更湿润，对，更湿润，更好吃一点点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就是燕麦麸皮粉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很好奇，这个燕麦是直接打粉就不是对，这个是我们吃的那个大燕麦片外面的麸皮。对，本来是说我们只吃大燕麦片，因为麸皮外面的这个纤维质好像很多，好像很不好吃，然后所以以前呢都把麸皮给它丢掉。对，我就好奇这个。对，但是现在因为它有高纤，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麸皮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。那同样的，它跟这个也是有一种这样黏黏的感觉。那我们就采取它的这个特色，然后我们来做蛋糕。但是这个麸皮粉呢，放在蛋糕里面很明显它就太粗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打粉器，我们把它打成细粉。那打粉器很重要的就是打粉器它的刀片一定是平的，而且贴在底上。对，它才可以把粉打成比较细致。那第二个呢，打粉器其实它因为要打比较细致，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有一条线，就表示说你的食材不可以超过这条线。如果超过这条线的话，它打的就不细致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就现在开始打粉。那打这个粉其实很方便，而且很快。那可以停个2-3次，然后打2-3次，这样就会很细致。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粉饰就变得很细致，有奶粉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这样的粉呢，在我们做蛋糕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好吃。对，好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真的没有面粉，也没有糖，那我们为了比较颜色漂亮，那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南瓜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的色泽就会黄澄澄的，然后很漂亮，假的，然后让它变成像真正的蛋糕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这就是无铝泡打粉。泡打粉一定要选无铝的，因为重金属对人类不好。对，所以就是无铝泡打粉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加一点点的水，然后让它更蓬松一点。那再来就是香草精是烘焙一定要的。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些食材我们一个一个按部就班把它混合进去。好，对。那首先呢，食谱里面是6个蛋，那可以看到这是6个蛋，但是2个蛋白在这边。对，那我们要把蛋分开，6个蛋黄，4个蛋白，2个蛋白，然后我们加到这个里面，然后我们用手动的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打它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把这些液体的一起放进去，水、香草精，好，稍微搅拌一下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粉类混合在一起，就很简单。然后呢，这个无铝泡打粉
一定要过筛，因为它是有吸湿性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过筛。对，那过筛很简单，可以用手这样压一压，其实就过筛了。那也可以这样打一打。那我都是觉得这样压一压还蛮好的，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它整个都没有颗粒了。那这个也要过筛，但是因为这些粉类呢，它都少少的，所以也可以用这个小的。那当然用这个筛网也可以。那用筛网也是很简单，就用手压，或者是这样直接依照一般的烘焙的方式这样进去就可以了。我觉得用手压快一点。对，再把它混合均匀。然后混合均匀的同时呢，我们加入赤藻糖醇。这就是有点甜又不会甜的东西。对，有点甜又不会甜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还要加一点盐，因为甜点加一点盐会比较好吃。对，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的。那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它的蛋糕比较蓬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2个蛋白打发。蛋白放到这个矽胶碗里面，然后用手一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打。那开中高速，然后大概打1分钟左右就打好了。我们开始打。然后打到蛋，这样蛋白往下，它不会掉落，就是好了。哇，真快！那我们把它放在旁边，先不要混进去。因为这些粉类呢，它有个特色，就是它刚开始碰到一体食材的时候，它会很稀，但是随着时间，它就会越来越稠，然后就开始搅拌。然后搅拌到是糊状的时候，就要开始加蛋白。蛋白就我们还是分3次把它放进去，不用太担心它会消泡，它其实很耐。如果蛋白打得好的话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老师，你是怎么让自己的饮食达到这样瘦又美的境界？我本身家族有肥胖的基因，还有心血管的疾病。那我爸爸、我爷爷、我叔叔、我姑姑，他们都是这种体质，然后他们都是发病就会突然的往生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小孩，为了老公，然后为了我赚钱，不要给医生花。对，我想要 enjoy 我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真的不能吃一般的面包，不能吃一般的蛋糕，我一定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法。血糖平稳之后呢，对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心血管疾病其实是很好的。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会发现，其实它的面糊它不太会容易消泡，但是同时呢，其实我们在做之前呢，烤箱已经开始预热了。对，那做蛋糕一定要预热烤箱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入模。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蛋糕模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形状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质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蛋糕其实脱模很重要，要能脱。对，要能脱，要脱得很干净，要脱得很潇洒，不然其实你蛋糕就功亏一篑。那之后我们烤完之后，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脱模，这样一撕就会撕好，而不会伤到蛋糕体。现在就来入模，入模很简单，也不用特别转它，因为它的蛋糕糊还真的蛮蛋糕的，对吧？对，完全不像是仿的，很真哎，很真哦，拟真蛋糕糊，而且你这样闻闻看，还有一个面粉的味道，这是因为有蛋在里面，对，有蛋在里面，对，假扮的。那当然它的颗粒还有它的孔洞会稍微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毕竟面粉是很细致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入好模了，我们就敲一敲，轻敲，敲个几次，
它的泡泡会浮到上面，然后我们的蛋糕体会比较均匀。对。那现在我们就要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我们烤箱预热，上下火都开190度。温度稍微高一点。对，温度稍微高一点，它才会发得比较漂亮。然后15分钟上下火都开之后，关下火，再烤5分钟。然后我们盖上锡箔纸，再烤10分钟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哇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放入烤箱。然后要记得要计时哦，因为常常就会忘记，然后它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就要分3次计时。对，分3次，15、5、10。对，总共烤30分钟。很漂亮完全就像真的蛋糕。对，就像真的蛋糕，而且它就是很蛋糕的蛋糕，闻起来也是。对，闻起来也是蛋糕，非常像蛋糕。对，非常像蛋糕。所以这样子只要拉开就可以了吗？只要拉开，但是要等它全凉才可以拉开。那我们就等它全凉。好，那我们待会等它。而且拉开会有一点 pebble， 不然你会把它拉破。有 pebble， 对，我们等一下来看 pebble。对，会拉破。对，等一下再来看 pebble。好，哇，我们终于可以等到脱模了，所以我刚刚趁时间够了，就先来搞一杯自己的下午茶来喝喝，等吃。对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吃是非常重要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生活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蛋糕已经全部都凉了，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脱模。那这个纸模它一定都会有个刀口，我们就顺着这个口往外掀，但是很重要的是。很多人掀的话，它是这样子，其实不行，我们要这样子掀，看出来差异了吗？整个压下去。这个纸跟这个蛋糕要平行的撕，这个纸跟这个蛋糕不能垂直的撕，垂直的撕的话它就会破，平行的撕它就不会破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压到平行。对，为了让它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切，对，这样转一圈。然后它这样子底部就开了，因为底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刚刚的方式撕，所以就用刀子直接把它切开。然后所以这个蛋糕已经完成了。对，这个蛋糕已经完成了。这就是它的组织，而且闻起来也够香。但吃起来就真的不一样，说不出来。应该说它有点像蛋糕跟 muffin 中间。对吗？对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贴近那个一般烘焙那个，又有点像棒蛋糕，然后再松一点。对吗？对，它不会很甜，但是口感都有。那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